好，我们开始前呢，每次要来试驾车之前，来内湖都会先来这家咖啡厅。我自己是很喜欢，然后上次喝过，你也觉得还不错嘛，对不对？很好喝。对啊，所以我觉得刚好开来内湖取车，然后过来这边喝个咖啡。然后我觉得今天我想要试开 Model X 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上次有去试开 YL， 因为6人座，然后对上 X 的6人座，然后刚好是我觉得家庭需求的这个座位数量还有空间的话，这两台可以直接做一个对比。那当然 YL 像台湾还没有，但是 X 的话，应该是现在你要买特斯拉就是多人座的唯一的一台选择。不管是它里面的配备，然后它的悬吊啊，然后舒适性啊，乘坐起来的感觉，等一下我也会坐到后座去看看，然后实际去做一些比对，实际体验看看说它跟不管说现行的 Y 跟我们试驾过的 YL 两者的话，我目前可能比较偏好哪一台？喝个咖啡吧，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秀一下我的 iPhone 前镜头，现在垂直拿也可以这样横拍，超棒的，超方便。好，现在我们就来体验上次我们有开 Y 的这种低速坑洞啦。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在意的地方，就是在比较低速有一些水沟盖啊，或是一些凹凸不平的时候，尤其高速的我都觉得还 OK， 但是低速的我个人觉得比较困扰。好，现在我们来测试标准，现在是标准模式，然后时速一样拉到大概30，就模拟过巷子的时候，这个雨刷这样。雨刷又开始，现在没有雨。哇，这个刚刚那个过那些减速带，那个后座的那种震动还是蛮明显。它不是晃啦，就是那种震动传上来到你屁股那种感觉。标准时速一样40，好，感受一下减速带，还可以，舒服，可以接受。我觉得可以接受。大家到底知不知道这个右壳到底是要握这边吗？还是要握？我不知道右正确比较好握的握法应该是要握哪边？跟我们讲应该怎么握，我觉得各有各的差异。它至少有很多模式可以让你去调整。对，而且这气压悬吊舒适性上真的是有直接的改善。我觉得 Play 的模式真的是比较不会晕车，就不会晕车。对，你说舒服没有，但它不太会晕车。这某些程度它也算是更舒服。这边比较多这个洞洞，我觉得它抓得更紧一点。以我自己的偏好来讲，我也比较偏好这比较硬一点的模式。真的 Play 是我即使坐后座，我也觉得舒服很多。我觉得这个比 YL 的整体感受稍微再更好一点。对，像我现在已经把我第2排调到最前面，已经最前面了，然后先爬到第3排。好，我们试试看第3排的舒适度跟 YY 比起来怎么样。好，那我们现在是舒适模式。好，走咯。我觉得因为它车身高度可以调，所以这个第3排坐起来没有像 YY 好像那么挺起来的感觉。虽然它的高度可能是差不多 ，YY 感觉起来有一点，可能因为它的重心感觉起来有点头会晃的地方感觉比较多。然后这很有趣，因为舒适模式的时候，反而它刚过那些减速带的时候回来的这种声音跟震动感比较强一点。好，光刚刚那个弯我觉得就很明显了，这个比 YYY 舒服。我们不考虑空间啦，就是考虑这个避震悬吊的这个舒适性来讲，舒适模式看起来很闪闪的哦，真的没有 YYY 那么晃但比 YYY 开起来闪。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啊 ，Y 开起来比较像是组装比较好一点，但是这一台却比 YYY 舒服。Okay, 标准哦。好，明显舒服很多，不止比 YYY， 我觉得比 Y 都还舒服。我好难形容这个感觉，就是说，包含它的底盘跟它悬吊的这个乘坐感的话，我觉得它是比较扎实。但是如果你讲异音跟车里面的门就是结构性的摩擦感觉起来的话 ，Y 又比这个扎实。它支撑性真的比 YL 跟 Y 都还要好，这个太明显了。哦，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一直停在这个模式，一直停在这个模式。我觉得这个模式的支撑是最好，即使在我坐在第3排的感觉都一样。我觉得舒适性不管前座后座，我个人的想法都是 Model X 完胜，没有话讲。那我们今天就到第2天来这个山路的测试啊。那我为什么坐在后座呢？其实就是一样啊，先前测试 Model Y 嘛，家人抱怨的就是山路的晕车，所以我现在就想要坐在家人坐的位置。那我相信很多想要买 X 或是跟 Y 在之间在考虑的人，如果会想要买到6人座，
应该都是家庭用户或是真的有空间需求。大家想来测试的话，我们这边是五指山，对不对？对，我们今天来内湖端的五指山。内湖端的五指山，必须说啊，昨天其实在一般城市的道路，我觉得比较起来这一台车过弯的这个支撑感就很好。那我们现在用的是好车的操控，这是我们两个自己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支撑度最好。等一下下山我们也会体验一下。我觉得光现在为止，它真的这个转弯的支撑性，即使在这种慢速的这种情况下，都还是我觉得比 Y 舒服。好，那现在中半段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其实它的车身比较高一点，但是因为它的这个避震左右晃的这个支撑度，我觉得比 Y 是来的非常明显的好。但是还是要说，我觉得它车身感觉起来还是比较高一点，所以这些晃动有侧倾，你的重心偏高的这种侧倾感，我觉得还是有，但是它不是很多下晃的，像 Y 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开起来感觉怎么样，我自己开起来跟自己坐起来，我觉得 Y 的驾驭感很灵活，那这一款感觉起来就比较庞大。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家现在说现在特斯拉的门把也要做重新设计了嘛，不只是中国的新的规定出来的原因，就是他们在美国也开始要重新设计这种机械跟电动要同时在一起的手把。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好事啦，有什么紧急状况，我觉得里外都要可以开。有些时候里面的人可能失去意识啊，这种时候外面的人要去救他，也要有一个比较方便的方法。它支撑性真的很好，气压悬吊还是不一样。对，建议大家就是开这种弯路、山路的时候用跑车模式，不是加速跑车模式哦，是那个驾驶与设定设硬一点，还是你要试试看舒适？可以试试看啊，对啊。好，哇，马上软下，马上开始真的哎，马上开始晃哎，它是马上咚，对，我现在是用舒适模式，我觉得要慢慢调回来标准。要调回来标准。我觉得这个刚那样，我已经觉得舒适模式有点太。我觉得标准跟舒适其实差异不大。昨天在平路试的时候，我自己个人觉得差异不大。刚那边还是有点甩出去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可以调回好车吗？有点好。我觉得这一台我会不太敢像上次 EQV 那样在山路开。不行，这个还是不行。这个晃，我觉得我不敢那样开。好，那其实驾驭跟乘坐的它的这个感觉又当然会差距非常大。那当然坐在后座的这个舒适感，你就是在意它这个悬吊晃不晃。但我们驾驭的话，其实我蛮在意，就是开起来的这个方向盘的这个精准感啊，还有这个山路过弯的感觉。因为你比较知道你是在操控的人嘛，你知道说你现在要往哪里弯，然后你身体制动的这个倾斜的方向，其实我觉得这两者其实体感差蛮多的。那必须说，我觉得驾驭起来，它真的在这些山路的弯道处理的，我觉得还是算是非常的好。我们刚刚讲说会是像开大车的感觉，那这一点没有办法避免，它就是大车。那加上我们现在是下坡，然后我们用这种单踏板的模式，我觉得它的电门收放的这个丝滑度再加上这个方向盘转向的精准度，非常舒适、非常轻松的一个驾驭体验。你刚自己开起来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家庭房车，很好的家庭房车。相对于 Model Y 来讲，它有很多比较细的操控模式可以去做调整，对，比较去调节到你自己要的一个方式。那其实这个车身的高度啊什么，它有5个段数可以去调整嘛。就这个可能不同的情境在使用它的时候，都有更多的选项。我刚说开起来像大车，可是我还是要讲明一下啦，对比很多大型的 SUV 啊或那种 minivan 来讲，它开起来还是比他们扎实很多。应该是很大的弯，可是我开起来都还是觉得非常顺畅，我不会觉得好像侧倾严重到我觉得要弯过去看的那种感觉。你觉得跟你的 Y 差很多吗？差蛮多，尤其在这种过大弯的时候 ，Y 的这种拉的这种感觉的重心偏移的感觉比较严重。X 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中介点，它基本上它不会过于软，可是它又不会过于硬，因为它的支撑度又很好。今天天气其实算不错今天天气很好算是很舒适的。那其实我当初买不买 X 有一个很大考量，就是因为家里这种车库嘛，老房子的车库，我不知道上面有没有办法用。那现在看起来其实是好像是可以。真的吗？我觉得有点一败一败最高可能它极限就是大概是这样，这可能老人家进去可能会撞到。对，老人家会生气。我看一下，我看它收起来的感觉是这样。可以啦。所以我刚刚站太近了。这样可以这样就不会有问题啦。对啊，因为老人家不会这么高嘛，他会稍微驼背一下。这可以我这边如果这样过去的话，然后我狗狗可以这样跳进来，就坐在中间，这空间其实是可以。你看这上面的空间，
其实它算的还蛮好的。这台车好像你要把 Y 卖掉了吗？可以考虑耶，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加分点。进去是好进去的，我们要示范一下给大家好，看。进去。好，如果你是长辈需要上车的话，可能就小心一点。我觉得这样是还蛮容易的、啊。对不对完全 OK 啦。不然我从里面出来一次看看好。好。可以耶，你就头这样就出来就好了。这个是一个大优点。好，那我们现在还是来看一下它这个外观的一些小更新，还有里面的一些更新。那其实有些地方还是看得出来的，我们还是带大家来介绍一下。那当然，这个头前的这个下包的造型有一点不一样啊，但我觉得一般如果不是很常再去观察这个车款，可能很难看得出来。但是前面这个 logo， 这个熏黑的这个造型啊，这个很多人可能现在都会自己去改。那他现在就直接做这个熏黑的标志。那其实对比 Y 来讲 ，Y 现在就是完全没有 logo 嘛，它就是后面有个特斯拉的字样。那这个还是维持它的特斯拉的 logo 在前面。那你觉得有 logo 比较好看，还是没有 logo 比较好看？我会变来变去，像我们上次去北京看到有 logo 的，我会觉得说，这样其实也不错，因为那个 YL 它也是黑色的 logo 嘛。我觉得这时代就是他们每一次车子的这个流行就会动来动去啦，所以这个就不一定啦。最大的重点就是它下面多了这个前镜头，那这个其实从新 Y 开始就加了这个前镜头，那这一个我觉得对于比较大的车型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山路比较小啊，我们要调设一个拍摄的位置，或我们刚去那个咖啡厅的时候，你要停路边的时候，底部有这个前镜头，对于你停车哦，或者说你在抓距离，我觉得是重要非常多。那现在纯视觉辨识的情况下，它没有这一些声波雷达什么的话，我觉得多了前镜头，尤其在城市里面开，真的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个如果你有开过新 Y 的，应该都知道这一点。那其他这次这个新的轮框，那这个是20寸的，那我们这一台是 Plaid， 它有22寸的选择。那有人就是说买到 Plaid 就要把它用到升到最顶。22寸，那这是看个人，我可能觉得20寸就够了，不管是舒适度或什么来讲，我自己会比较偏好这个。后续要换轮胎，20寸也比较便宜很多，对。然后其他地方的话，当然这个音译门哦，还是他们的标准标配。那这个我非常喜欢，虽然有些时候我觉得它带来的不方便性还是有，像我们在车库停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个高度啊什么的位置，但是我觉得在可以打开的地方，这出来的地方还是非常的舒服。大致上来讲，这一台的话就是整个算是最标配的。那我们不算 EAP 或是 FSD 的话，它就是365万，车色也是他们的标配的颜色，那我觉得是蛮好看的。所以我觉得你事后如果要去贴膜或是做什么改色的话，其实就选这个最基本款。Play 版本现在这个价格6人座的比标准版本6人座的还便宜，我不太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设定啊，可能叫人家要买6人座就一定要买到 Play 这样子。我们上次有讨论嘛，说如果要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把标准版的6人座直接拔掉就好 ？OK， 那我们再来就进到里面，因为里面这次更动的，我觉得算是稍微明显一点。那我们也会再讲一下它里面脚部的空间，对比我们上次试坐的 YL 的差距。好，我们进来看到这个内装整个改变啦。那我们先讲基本的东西。那当然这个萤幕啊，还有前面多了这个仪表板，这个就是 X 跟 X 独有，那我们 Y 上面就没有。那我们开到现在，我觉得多了一个仪表板，多了这个萤幕，那这个我觉得实际上是真的很有帮助的。那这个就是要买到比较高阶的特斯拉才有的配备。Yoke 的方向盘，这个开还是需要习惯啊。小可惜的一点，方向灯的打杆这次小改款没有做上来，那还是这个按钮的方式。那其实开到现在也差不多习惯了，就是它也 OK， 但是对比实体按钮，它是这种有点电容式这种触控回馈的感觉。这个我觉得它的确认感跟实体按钮比起来，还是没有到一样的水准哦。但很奇怪的是，我反而偏好是先给你这种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方向拨杆你事后要再去加装或是去改装，它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选。但你至少这个上面就先有这个，如果你今天不想改的人，这边就是很空旷，就不会有任何的杆子去挡到。然后另外这一次我们讲到这个改版的地方，它里面这个氛围灯啊，里面这个造型都不太一样。那这个氛围灯，我觉得对比3跟 Y 来讲，我更喜欢的点是说它是隐藏式的，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不开启它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它是有灯的。那对比3根 Y 那一种，好像是有一个那种荧光棒条在上面，随时都存在的感觉。3根 Y 的比较像是后续去改装的，就是好像自己在塞的那种感觉。这个比较像是就是它原装上面就会有的。对，然后 Y 的你知道它的那个前座的这个氛围灯公差的问题啦，像我那一台左边就有点公差的问题。那这个当然它整个收尾的造型是比较优雅一点。那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点，先前有 S 跟 Y 的应该都知道，就是它的萤幕的地方，它可以左右去调整。那如果你今天驾驶想要专注，或者它的副驾想要真的去看到整个萤幕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这样调过去，中间或者是向驾驶这边调过来都可以。那这个当然说3根 Y 有去调那种手动的，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比较优雅，它就是整个原装就是这样的配置。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小可惜的地方就是它前面这个无线充电座。那我们在 YL 上面有看到它有这个透气通风的口，有冷气会从这边吹出来。那无线充电当然这不是特斯拉本身的问题，就是无线充电它本身就是比较热。那尤其我们现在 iPhone 可能支援的瓦数又更高，那在 YL 上面它无线充电座支援到更高的瓦数，那同时它也给它这个通风口，但这个小改款就还没有。那另外一个我超喜欢的点，这个是本来 X 就是他们标配，就是上面的这个前挡风玻璃就很像直升机那种整个整片到上面。那我觉得这个在视野的开阔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好。OK， 那我们就到后座第2排去看它整个空间的配置。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2排的空间。那前座驾驶的位置，我就把它调成我平常开车的时候会坐的位置。那这个第2排的座位，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座位上面可以调整的按钮的地方，把它推到已经最前面。然后在椅背的地方也把它推到最上面最挺的这个方位。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按钮啊，这个可以让你在后面有要进出，直接从这边进出的时候可以做这个调整，但是它可以推到非常前面，那个我觉得就不太符合一般人真的会使用的模式。那大家可以看，我现在前座就是我驾驶的位置，然后后座坐一样高的人的话，这个非常紧，我就把它调到2根半手指这样子的位置。记住这个空间，我等一下到第3排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腿部的空间怎么样。这边蛮大的萤幕，那一样可以做一些看游戏什么这些的操作。那另外呢，底部这边有2个 Type C 的孔，那下面有一个置杯架，也是这种弹出式的这种方式。那另外呢，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中间走道这个地方，不止宽度，你看我们现在比 YYY 来讲，它宽了很多YYY 就是这样的比例，我的手指这样的比例就是这么宽，然后 X 的话是这样再加，等于2倍吧？对，接近2倍哦，2倍的宽度。你要不要拿你的鞋子来测？上次是9号的鞋子吗？你看这个宽的非常多啊，可这个你看不止上面这边宽连下面这边它都是空的。非常宽阔的这个空间，然后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就是它这个地方是全平的，除了空间更大之外呢，它的没有一个上下的一个台阶在这边，所以我觉得这个以我来讲，或者说以各位有宠物的人想买这台车的话，或者说后座真的要坐小朋友要走进进出出的话，我觉得这个会是更好使用的空间。那狗可以躺在这边啊，很舒服啊。然后走出来进出都非常的方便，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重点。但是呢，对比 YL， 你可以看到这个手边是没有扶手在这边，那 YL 是有个电动的扶手。那另外呢，这个座位对比 YL 来讲，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就是它没有通风座椅，它有加热，但是它没有通风。我觉得也是有点可惜，尤其以家庭用车来讲，有4个通风座椅，那小孩一定会坐比较开心。那我们到后面看一下它后面的空间。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后座进来的空间啦。那首先这个头部的空间，我觉得跟 YL 比起来，我觉得好像比较晒不到太阳，因为这边多这一块出来，但是上面顶部的空间好像少一点，头顶的空间少一点。然后这个座椅现在看起来，它也没有办法让我去调整它的角度啊，对，挺直的角度，它就是 YL 的第3排是可以调角度，是可以调一点角度。然后另外它的置杯架的放置的地方也不太一样 ，YL 是在这边侧边手边会有一个置杯架。在扶手的地方，所以 YL 等于在这边手有个地方可以放，在2边都有。但是在 X 的话，它置杯架是在中间，然后手边这边就没有一个可以放扶手的地方。另外一个最大的就是脚部的空间，那这边不是完全就是谁输谁赢，就它是有不一样。那首先膝部的空间。YL 算是做完胜，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对比的影片。YL 它在我前面有留一个拳头的空间之后呢，后面还有至少3到4个手指的空间，膝部空间。那 X 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完全将近算是顶到。那这个我左腿的地方，就是它下面有个地方可以让我放我的鞋子，但是大概它不是一个很多空间可以让大家去移动的，它就是有点卡到。那另外，我的右腿其实是比 YL 还更多的空间。如果你今天2个人同时在
坐后面的时候，你至少有一只脚是可以完全伸出去。那如果你是 YL 的话，可能2个人脚会比较卡，会完全塞在同一个地方，但是你的膝部会比较多空间。那另外呢，这边也还是有充电孔啦，这个就是 Type C 的2个孔。那 YL 其实我忘了是在这边还是在侧边，它也是有 Type C 的孔可以让大家用。但是以后部空间来讲的话，不完全是 X 输或赢 ，X 脚部这边有多一个更好，然后这边没有台阶，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优势。狗狗很大只的话 ，YL 那种有阶梯式的话，基本上就没有办法，也不是说不适合，就是没有办法。但是膝部的空间的话 ，X 就真的是输。那另外 YL 它的第2排的座椅是可以倾倒的，它即使是222的这种配置，它第2排也是可以把它压扁。大概就是对，长这样。你今天如果要车速要露营的话 ，X 的6人座就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对，那我知道有出一个很特别的床，就你这个第3排倒了之后，中间睡一个人，可那个就1个人啊。OK， 那空间大致上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差异就是它第3排的座椅倾倒的方式。那我们等一下到后面去给大家看一下。行李箱一样，我今天手上有拿手机的时候，我站在旁边，它就会可以设定让它自己打开，那这个非常的方便。那如果在3排座椅全部都有人坐的时候，都拉起来的时候，它后部留下的空间，这个置放空间不能说很多，但是对比很多油车来讲，它至少底部还多了一个很深的空间。那这边如果你要放那种长型的行李箱，我觉得放到2个也是都没有问题，可能23寸、26寸可能有点紧，但是至少还可以放一些。登机箱应该是没问题啊。登机箱对啊，2个、3个你要堆起来，其实应该是没有问题哦。那其他的话，就上面这边再多一点空间出来。但是我们刚刚讲到第3排的座椅，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异点。那 YL 你要说它是比较新出的车，有这些配备，但是 X 是比较高级的车。你看，我们今天如果要倾倒的时候，它还是算半手动的这种方式。这边有个按钮，我按一下，它会先这样，你再按下去，它才会解开，然后可能你要手去推它哦，这样才能倾倒。那 YL 的话就是全部都是电动的，就按一指。对，后面这边有按钮可以让你直接控制后面4个座位，直接要倾倒起来都直接用电动就可以这样做。更困难的，我让大家看，如果我要拉起来的时候，它的困难度。那像我们家昨天的车库有一边它就是很靠墙嘛，所以我要过去要拉的话是非常困难。但是如果现在平常我要从第2排的座位这边，然后我要找到那一颗按钮，按一下，然后再把它推起来。然后它是有一个重量的，没有力的人，我觉得这个推起来还是需要费一点功，它还是需要出一点力。比较高贵的车款来说，这一点我觉得没有电动的这一点，可能就等下一代看会不会改，有一点可惜啦。可能这一代还是小改款，那如果是大改款的话，或许这个就会加进去。但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或什么啦，就是大家要记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点差异。好，那这一次其实我们是做比较长时间的试驾，我们借了非常多天，因为我想要真正去体验。现在其实拥有 Model Y 比较长的时间之后，换这台车一样，在我们家人、在我们家的宠物一起在这种日常生活使用的这种差异点在哪里？我自己私心有蛮喜欢 X 的地方。如果你今天只是5个人，那要坐第3排的人没有到很高的话，其实它的空间感多数的地方中间的走道，我觉得它的舒适度绝对是增加。那以我来讲，有宠物的情况下，我蛮担心 YL 多数那走道空间其实不太实用，就是我狗没有办法真的躺平的话，这样的走道空间其实有点浪费掉。但是 X 这个走道空间不只是平，它还是非常的宽大，所以狗狗会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另外也要讲里面的舒适性来讲，你坐进去，不管是它的仪表板啊，还有它里面的配备，还有里面所有的内装的设计的质感，都是比 Y 再高一点。进去就蛮明显，他们做出这样车距的这个急剧的差异。但是是不是完全是优势？因为我现在2台都开过之后，我又能理解为什么特斯拉一开始不想追寻其他车厂那种方式，做越来越豪华，越来越多配备，越来越多软装在里面。因为其实多了很多这些不同的组件很多地方要在组合的时候，就是增加这一些零件之间会碰撞的可能性。那如果它中间又有点公差的话，在你平常在开车、在使用车在动的时候，它的摩擦声或者它的碰撞声，它异音会稍微再多一点。那这个我在这台车上面也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但是在新的 Y 上面，他们简化了200多个零件。
那我觉得在试开新 Y 跟旧 Y 的时候，你就感觉出他们这种极简化，并不是完全为了省成本。那其实，在你车体的整个坚固性或者整个车的这种一体性来讲，在新 Y 上面都可以感受得非常的明显。试开 X 到现在，我真的非常喜欢它的气压悬吊。那这个在我们左右转弯，在城市，在慢速，我最在意的舒适感的话，我觉得在 X 上面都是完胜型的 Y。但是新的 Y 它在宁静度上面硬硬度上面又是比 X 还要来得好。那如果在现在来讲，你需要6人座以上的车子，在特斯拉里面就是只有 X 的选择。那很多人讲啦，你买特斯拉可能最终都是要买到 Model X 或 Model S。那我这次看完之后，有点去相信这种感觉啦。总结来讲，我觉得这台是还不错的小改款，但是如果未来有大改款的话，我就希望它在轴距的地方、车型的地方、第3排的座位可以让它在更多空间，可能比 YL 的级距再大一点点。那我觉得毕竟它是比较高级的车款，就多出这些空间，实用性来讲会比较符合很多人的需求。那另外这个里面车体的这些结构异音来讲的话，相信他们经过3跟 Y 新改款，有很多造车的工艺也越来越进步。那希望未来在 X 的大改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进步在这个车体上面。OK， 好，那我们今天就比较长期的试驾，然后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心得。那大家对于特斯拉有什么想法或想买特斯拉，我们会把一些连结，还有我们的省8000块的折扣码，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特斯拉的群组放在这边，那大家可以一起去加入，一起讨论。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店，我们下次影片见，拜。